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这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讲年画与年节的上巳。上巳节呢，在农历的3月初3，别称3月3、春浴日、情人节、女儿节。上巳是指干支纪日历法中夏历3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有三巳、元巳之称。魏晋以后，该节日确定在3月初3，故又称重三或3月3。干支纪日是先民在早期的生活中根据自然现象和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历法，是人类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文明成果。上巳呢，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从上图的字面意思上，应该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原意性。其中图一为巳的甲骨文，那郭沫若认为这个字实像人形，就是子字。图二是金文的巳，与甲骨文相比更像人形。图三是小篆，以发声而变。图四是现在用的楷书，由小篆形体演变而来。巳的本意因为人，大家看祭祀的祀，从祀，就像一个人跪于神前祈祷。但后来巳的本意逐渐消失，而被借列在了子丑寅卯辰之后，成为了蛇的地支位。那为什么会这样？据《说文》记载，巳也，4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皆成文章，故巳为蛇，象情。大致的意思是，到巳日的时候，阳气开始生发，阴气逐渐消散。这里指的4月啊，实际是阳历4月，不是农历啊。那这个时候呢，万物开始复苏。这个时候天气回暖了，冬眠的蛇也开始出来活动。我们从巳的象形文字中可以看到，它的字形就像盘着的一条蛇，这就是所谓巳蛇的原意。蛇图腾崇拜。说到蛇，蛇在远古时代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象征。那人首蛇身就是当时众多远古氏族的图腾和族徽。我们看这张图腾啊，就是一副人首蛇身的蛇图腾崇拜。这张图呢，是人类始祖伏羲他创造了八卦，和女娲，这是五色十补天这两位先祖在神话传说中的形象。他们身后的圆圈代表的是他们的星象。相传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关系，然后天降洪水，兄妹两个爬进了一个大葫芦里，就躲过了劫难，然后兄妹结婚，繁衍了人类。这个有点有悖于我们现实中的伦理关系但这个是远古的这个始祖刚刚讲到蛇图腾崇拜，蛇被当时的人们作为一种炫耀自己、威慑敌人的标志或者是象征物。其实古人崇拜蛇很简单，一呢是因为蛇的繁殖能力很强，这对应着古人的生殖崇拜；二是因为人们对于蛇能力的恐惧。蛇没有四肢，却能够自由地爬行，而且不论是水还是陆地都能生存。
蛇同时还具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每年的春天，冬眠的蛇开始复苏，并且蜕皮再生，让受自然力威胁、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原始人对蛇产生了极大的崇敬。同时，蛇又是有毒性的，常常对人们发起袭击，甚至会给人带来伤害，甚至生命危险。因此，这种对蛇的恐惧就合理的转化成了原始人类对蛇的崇拜。情人节，蛇出洞穴活动的季节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时的人们见到的蛇多为正在寻偶或正在交尾的蛇，而见到这种蛇呢，就被视为吉祥的预兆。人们由于对蛇的惧怕，转向对蛇的崇拜，认为这个蛇交配的时节也应该是人类寻偶的时节，所以3月3还有情人节的别称。祭轩辕，中国自古有2月2龙抬头，3月3生轩辕的说法。那上巳节和黄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相传，公元前4856年，在当今的河南新郑轩辕丘，有一个名为龙图腾的国家。龙图腾的君主就是皇帝的父亲少典。一年农历3月3的时候，宫殿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皇帝。据说皇帝一生下来就显得异常的神灵，生下来没多久他就会说话，到了15岁已经无所不通。后来他统一了华夏部落，发明创造了房屋、衣裳、车船、阵法、音乐、器具、井田等。于是人们为了纪念皇帝的丰功伟绩，便将农历3月3认为是皇帝的诞辰，蟠桃会。农历3月3不仅是皇帝的诞辰，传说还是王母娘娘在瑶池举行盛大蟠桃会的日子。那这一天呢，天界的各路神仙都会集于瑶池，为王母庆寿，称为蟠桃会。晚清都门杂咏里边有一首七言诗，是这样描写当年的蟠桃盛会之盛况：3月初3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10丈红尘匝地阳。传说西王母原是我国西部一个原始部落的保护神，她有2个法宝，一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二是吃了能够延年益寿的仙桃，也就是蟠桃。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就是吃了丈夫后羿求来的西王母仙丹，然后才飞上的月宫。此后呢，在一些鬼怪小说中，又把西王母说成是福寿之神。我们刚刚讲了上巳节的起源和神话传说。那上巳节都有哪些习俗呢？起初，上巳节是一个巫教活动，活动的主题主要是围绕除灾辟邪、祈求生育等内容展开。后来逐步发展为伏羲、祭祀高梅、临水孵卵、男女相会，或者叫芍药定情、插花赏柳、郊游踏青、蟠桃庙会等习俗。伏羲是上古时期人们在春季驱邪去瘟的一种卫生保健古俗。伏
指拔除邪祟；系指起结身体。伏羲在上古时期是通过女巫去会，到后来慢慢演变为民间的男女相会、互揭情好、洗浴驱邪等习俗。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巳，知真伪凉水之上，直男招魂续魄，伏除不祥。意思是3月3上巳节，在真伪凉水，先秦春秋时期的郑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那真伪凉水河边男女相会，秉植兰草，伏除不祥。另有用兰草来洗身沐浴，用柳枝沾花瓣水点头身的仪式，为的是去灾和祝福。那为什么人们要选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正当季节交换，阴气还没有退去，人呢比较容易患病，所以古人认为应该到水边去洗一洗，洗掉身上不好的东西，从而达到驱邪避灾的效果。到了唐宋时期，人们开始流行泡温泉，比如被杨贵妃所钟爱的陕西临潼的华清池温泉。在上巳节活动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祭祀高梅。高梅即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又称娇梅，因为供在郊外而得名。最初的高梅是女性，而且是成年女性，处于怀孕的状态。事实上，远古时期一些裸体的妇女像，有着非常发达的大腿和胸部，还有向前突出的肚子，这都是生殖的象征。在汉代画像中，就有高梅神像，还与婴儿连在一起。不同地区的祭祀的高梅，在形象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像辽宁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陶像，就是生育之神；但在河南淮阳人祖庙供奉的高梅，则是伏羲，就是父权制下的高梅神。临水孵卵，除了伏羲和祭祀高梅之外，人们还通过临水孵卵的仪式来祈求生子。临水孵卵，顾名思义，在水边，一般指户外的河岸，把煮熟的鸡蛋放到河里，让它漂浮游动，岸边站满了人，鸡蛋呢浮到谁的面前停下来，谁就将它吃掉，吃了就会生个大胖小的。这原本是一种传统巫术仪规下的祈子仪式，内含原始生殖崇拜的基因。而春日正是万物生发，求子也恰逢其时。后来，古人通过临水孵卵，延伸出一套叫做驱水流觞的办法。1600多年前，在东晋永和9年的3月初3，著名的书圣王羲之邀请亲朋好友来到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兰亭。他们围坐在溪水两岸，将盛有酒的酒杯置于水中，任其顺水漂流。酒杯飘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那做不出来的，就罚酒3杯。正是这样的一次雅集，造就了一幅绝佳的图景。因为这样特别的形式，从此也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曲水流觞。这次兰亭之会，以仲春之约的风雅形式，成就了被后人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流传至今。
男女相会，也叫芍药定情。我们前面讲了几个习俗，都是围绕着水来进行的。那上巳节的诸多活动，为什么都围绕水而进行呢？那是因为在水的文化内涵中，水和蛇有相似之处，它们同样具有巨大的生殖能力。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远古时期，水的功能尤为重要。水不仅可以涤除瘟疫、消灾驱邪、治疗疾病，甚至具有治孕、助产的作用。据说，殷商始祖简狄就是行浴时见到玄鸟产卵，然后将鸟卵吞下，后面怀的孕。所以说，水对妇女的生育来说帮助极大。再者，水至阴至柔，水边也是男女约会的好去处。周礼中记载，仲春之月，男女私会不会遭到禁止，而在平时没有经过媒氏的许可，私自相会，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对于青年男女来说，3月3可以称得上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了。在这一天，男男女女相会，互赠芍药定情。早在先秦时期，芍药就已经被融入了情爱关系中。据《诗经·国风·真伪》里记载，伪之外，循须于且乐，为士于女，依其将谢，赠之以芍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尚未被各种礼教所束缚，非常开放。尤其是在郑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每年的上巳节，年轻男女争水围水边聚会，嬉戏打闹，互相有看对眼的，就互赠芍药定情。前面讲到，青年男女在郊外相会，人们还会在这天探春踏青。探春踏青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春游》一诗中说：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杜甫在诗中也曾记载了皇家浩浩荡荡春游踏青的情景。3月3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那为什么叫踏青呢？青有新生的意思，而春天代表的就是新生。踏青就是在新生的季节远足，寓意踏进了春天。这时到野外郊游踏青，春日阳光中感受万物复苏的气息，感悟生命自然，自然是神清气爽，人的心境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调养。插花赏柳，上巳节还有插花赏柳的习俗。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这就要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清明节有关了。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意思是在清明节前后是播种的好时节。而上巳节刚好又在清明节前，日子相差不远，所以上巳节也有插花赏柳的习俗。我们前面讲了，3月3还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娘娘的诞辰，所以至今民间还有许多地方举行蟠桃庙会的习俗，如江苏徐州的蟠桃山3月3蟠桃庙会。那这一天呢，佛光普照，香客云集，广大的信众会蜂拥而至，祭拜祈福，共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平安吉祥。庙会呢，主要活动有迎春、进福门、吃福面、
点福烛、撞吉祥钟、击太平鼓、上平安香、带吉祥物回家等，还有极具特色的王母娘娘巡山活动。原汁原味的老蟠桃庙会民俗文化吸引着十里八村的商贩和游客前来蟠桃山摆摊设点、逛景游玩，吃喝玩乐热闹非凡。讲完3月3上巳节的一些年俗，我们再回到年画上。我左手边呢有一幅3月3贴用的年画，那这幅年画的名称叫蟠桃大会，这是一幅来自山东潍县的年画。那整张年画描绘的就是蟠桃大会上群仙上寿的盛景。寿堂上华灯高悬，花烛通红，西王母头戴华胜，身着凤袍，双手捧圭。这个圭是古代帝王诸侯祭祀典礼用的一种玉器，端坐正中，左右有侍女执凤凰杖，身前的案上摆着蟠桃，寿星带着猿猴来献蟠桃，左右有梅花鹿和仙鹤口衔灵芝，画面两边是前来祝寿的八仙。我们来看下一张，这张是清代山东杨家埠的3月初3八仙会蟠桃，这个产地待考我个人推测可能是天津一带，但查到的资料是杨家埠地区的。描绘的也是八仙到瑶池与群仙会合，给西王母祝寿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张是天津杨柳青的瑶池祝寿图。瑶池是西王母所居美池，位于昆仑山。图中王母乘凤于云间，9天玄女泛舟而来，福禄寿三星等神仙在露台恭迎，热闹非凡。画中下方有众仙女乘凤舟于瑶池之中，独有一神仙于池中泛舟饮酒作乐，旁若无人。这是清代上海飞云阁画店群仙祝寿图年画，描绘了王母娘娘在侍女的簇拥下端坐月台，福禄寿三星和二仙前来贺寿。猿猴双手捧着饱满圆润的大寿桃献寿，八仙各持宝物，乘着祥云而来。山林百兽和海中的水族齐来祝寿，全图通过写实的手法体现了群仙祝寿的主题，以表达祝寿的寓意。上巳节民俗展现出许多极具民族人文色彩的传统文化精神，如除岁、踏青、求子等。其中的曲水流觞更是被上层文化圈人士发展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活动。传统民俗凝聚着的是一个民族对美好事物生生不息的追求与向往。这些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也同样激励着人类对生命和生活世世代代的热爱。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为，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